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客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宁香绕舌尖，鸡虾在中间。本节目由一口鸡虾一眼好料的肯德基至臻鸡虾堡赞助播出。兔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两个肯定能到白头。我是很享受这样一段粉红气泡的，然后很干净的这样一段感情。精神病经常就是以恋爱脑的形式出现的。天秤座等烟雨，那么而我在等你。我当时脸就红了。你怎么都忘了你的来时路？就是有一些很邪门的梗，然后你想不到会这么出。这梗我亲自写的。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人到中年，但是呢，说话还淡淡的。加油加油！让我们掌声有请，怪老的海波。他可厉害了。我叫海波，结婚的时候我答应我老婆一定要陪她到白头。当天我就做到了，他到现在还没做到。我们已经结婚15年了，很多东西跟那些年轻的夫妻不一样了。我们在外面不喜欢搂搂抱抱了。有一天我在地铁上面坐着，我左边空一个位置，右边也空一个位置。一个年轻的夫妻为了能够抱在一起，他们两个就不坐。过了几站，那个男的过来跟我说：“你可以向右边一个位置吗？我想跟我老婆坐在一起。”我说：“不可以。”右边的右边那个是我老婆，她不让我跟她坐在一起。我们现在很多地方跟年轻时候不一样了。刚结婚的时候，他还说听我打呼噜睡觉特别有安全感。现在经常是我刚一闭上眼睛，他就啪一巴掌：“你怎么又打呼噜呀？”我说：“不可能，我还没睡着呢。”那我怎么听到打呼噜了？我也听到打呼噜了。就是你打的，还把自己打醒了。他说：“你不睡觉听我打呼噜干嘛？”我说：“听你打呼噜，我睡觉才有安全感。我怕你醒了打我。”不管什么事情反馈都不一样了，那些浪漫的事情也不浪漫了。我记得谈恋爱的时候，我开车带着他到了一个路口，本来该左转，我不小心右转了。他说：“哎呀，你是不是转错了？”我说：“我右转，因为你坐在我右边，这样就可以多看你一眼。”这块老头说情话。他说：“那现在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只要我再右转3次，多看你3眼，就可以回到刚才多看你1眼的路上。”但是前几天又到了那个路口，我想让浪漫重演一下，结果我刚一右转，你下呀！不会该下来我看。我说我右转就可以多看你一眼，看路呀，你看我干嘛？现在怎么办？只要我再右转3次，你自己去转吗？把我放下来。
我就把他放下了。我自己转了一圈回来，他已经打车回家了。我就知道今天完了。我了解我的生活，这一天我只要做了一件错事，后面所有事情都是错的。果然吃饭的时候，他嫌我吃的太香了，我都还没开始吃呢。他夹一个菜说：“你买这什么辣椒，辣死人了，一点味道都没有。”我说：“真的没有味儿吗？”他说：“有老人味儿。”而且到了我这个年龄，那些肉麻的话，你真的说不出口了。有一天他给我发信息说我头疼，我真的很想回他一句：“我好心疼，亲爱的。”但是太尴尬了，我发不出去。中年夫妻受不了这个刺激，我就想回他一个表情，但我用的表情很单一，就那么几个。OK。我老婆让我干家务的时候我用的，裂开。我裂开啊，我还行。我老婆让我干很多家务的时候我用的。玫瑰花，我干完家务我老婆奖励我的。大拇指，我干完很多家务我自己奖励我自己的。但我不知道发哪个，我就把这些全发过去了。其实我知道不管我发什么我都解决不了他的头疼，我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和他一起疼。他说我头疼，我问他有多疼，他说头到两边就像2根针扎的一样，我就拿2根针啪啪拍个照片给他，你看是不是这样疼？不够疼的话我还可以加几针。有时候我们交流，我觉得现在都多多少少的有一点暗战的成分在里面。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间问我说：“上周六晚上你是不是出去演出了？”我说：“没有啊，我去喝酒了，不是跟你说了吗？”他说：“对，你去喝酒了。最近我的记忆有点问题。”我知道他的记忆没有一点问题，但我想将计就计，让他意识到他的记忆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说了一件那天晚上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我跟他说：“你怎么忘了？喝酒回来我还帮你带了一杯奶茶。”他说：“完了，我真不记得你帮我带奶茶了，我的记忆真的出问题了。”他的记忆是出问题了。前段时间他一直在说我想买个项链，我想买个项链。前2天突然间变成：“哎，你不是说要给我买个项链吗？”我说我什么时候说过给你买项链？他说你的记忆是不是出问题了？你是不是忘了有一个周六晚上你出去喝酒了？喝酒回来你帮我带了一杯奶茶，我喝奶茶的时候你说过几天给你买个项链哈。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2个肯定能到白头。他跟我臭味相投，在婚姻这场戏里面，只要我们2个愿意演，就没有人可以喊咔。他说放心吧，不会有人喊咔，你就不是一个咔。最近他还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爱不爱我？你知道结婚10几年了，再问我这个问题，问得我很紧张，我也没有安全感。我不知道他问我这个问题到底是想吵架，还是已经开始吵架了。就爱不爱你这个问题，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回答过司仪了。如果你忘了，我们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司仪。我跟他说：“你都知道答案，为什么还要问呢？”他说：“你都知道答案，为什么不能说呢？”其实我说了，但他不知道。在他头疼的时候，我说：“3生3世，咱不分开，一朵玫瑰，你是最爱。”哎呦！谢谢大家，我是海波。哇塞，还有这个玩法！我服了，浪漫死了，给我！爱发表情的海波，来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海波。海波前2轮在讲孩子，这一轮开始讲夫妻，就是我爱我家的系列是吧？对，因为我其他的不会写，我只会写我爱着的人。哎呦！
2句话，1句笑话，1句情话。还说自个儿不浪漫，这么深情的一个人啊！对，海波老师再教我们一遍，您那个特别深情的那个什么3生3，那怎么着？这是所有中年人不好意思表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回答一个表情，就是3生3世，咱不分开，一朵玫瑰，你就是最爱。3生3世，咱不分开，一朵玫瑰，你就是最爱。真是。哎，你们平时你俩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挺好的，就是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的浪漫嘛。就现在这种斗智斗勇，我觉得起码可以防止老年痴呆。我觉得海波他挺会的。哎呦喂！因为他总是把他的这个搞得很窝囊、很委屈，在家总是受欺负那个样子，其实都是在秀恩爱、秀幸福。是，而且秀得很高级，非常高级。这个段位已经很高了。就是秀恩爱的段位已经非常高了。不是，这个脱口秀的这个段位已经很高了。对，不动声色之中，很淡淡的，然后就让大家笑得不行，然后让大家感觉到他的家庭氛围那种爱。没错。我就觉得确实赞叹，因为我是一个常年的票友，看了好多季了哈。然后一般 call back 都是写1、2句就能扣回去，他能把一个事儿其实挺长的，然后但是这个事儿到后边一绕，又串成一个整个挺长的故事。一般身为一个观众来说，就像我也会失去耐心听。然后，但是居然就是勾住了魂儿，然后那一刻全都给理顺的时候，你那一刻恍然大悟，且又由衷的笑，我觉得那个太厉害了，这个太棒了。我觉得海波老师的稿子就是里面逻辑的反转很多，就很有特色，而且第1轮比赛海波老师的段子在视频号上的转发量比点赞量还要高，所以肯定是有很多人转到家庭群里了，就是应该是很有共鸣的段子。是的。来看一下海波老师在自己的表演结束之后，他获得的票数是190，我觉得会超190，193，194，非常好的票数。海波老师必须的，这么好的文，这么好的段子。一生只说2句话，1句笑话，1句情话。写给海花。七夕7句7言海花之花。花亮甲秀发，明眸啊白玉牙，率真潇洒，桃花面颊。使江山为他，愿美人如画。犹记耳畔情话，怎料双眼轻眨。你已是小女的妈，更让我日夜牵挂。3生3世，咱不分开，一朵玫瑰，你是最爱。这支团队派出来的最后一位演员，长得也很抽象，表演也很抽象，让我们就邀请一下怪亮的亮仔，曹国。曹国 ，Hello， 大家好，我是曹国，也可以是宋木子。今天跟大家讲一讲丽丽的故事。我第一次遇到丽丽的时候，是有一次站在马路边上，突然感觉到我的额头上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扫了过去，那种感觉真的太奇妙了。毕竟我都好多年没有留过刘海了。空气刘海。然后回过头，发现身后垃圾站的围墙上面有一只小猫咪的尾巴垂下来扫到我了。你们看过《阿凡达》吗？看过。
在电影里面，外星人跟他们的飞龙之间建立信任的方式，就是把他们的辫子和尾巴接起来，然后，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然后赶快冲到边上的便利店里面去买了一根火腿肠去喂它，结果它直接跳下来就跟我回家了，因为它是一只花栗色的猫，所以我们就叫它丽丽。把丽丽捡回家前后总共就花了买火腿肠的2块钱，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捡流浪猫是最低门槛的善良。比尔盖茨说他要捐2000亿美元做慈善，你们感受得到他的善良吗？他捐了那么多钱，你见到过吗？所有人都看得见我2块钱的善良，因为我全身都是猫毛。结果第2天带他去打疫苗驱虫绝育，花了我1200。原来2块钱是首充优惠。接下来在我们小区楼下的花坛里、楼梯间里和地下车库里面，陆陆续续又捡了3只猫，分别叫又来、还来和芝士。对，芝士其实是一个小名，芝士的全名叫做有种再来一只试试。结果后面一直来了6只，对。然后前段时间有朋友来我家喝酒，看到我家里养了这么多流浪猫，他就问我，他说：“曹果，哇塞，你都有钱养这么多流浪猫，你为什么不养养我？我也过得挺惨的。”我说：“你先从我身上下来。”我觉得喜欢一只猫就是比喜欢一个人要容易很多。你在外面看到那种特别粘人的流浪猫过来蹭你，你就觉得它好可爱，想带它回家。如果一个流浪汉过来蹭你说带我回家，建议你报警，警察会送他回家。我们捡到的所有这些猫里面，丽丽一直是最有个性的那一只。医生跟我们说，因为它幼年时期营养不良，所以它成年之后依然体型非常的娇小。作为一只流浪猫，体型娇小是一个很大的劣势。所以丽丽的脾气非常的凶悍，比如丽丽都不会喵喵叫，丽丽的叫声是“喂，罐头嘞”，吓我一跳，不是，丽丽真的很凶。她如果肚子饿了，要我给她倒猫粮，她直接给我腿上就是一爪；她如果要我给她开罐头，直接爬到我背上又是一爪。捡了丽丽之后，我满身伤痕。因为丽丽的每一顿饭都是砍我掉的装备，但是丽丽对我再怎么凶，我也不怕她。我觉得把丽丽捡回家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非常的正确。因为丽丽的凶悍让我看到了外面流浪的生活有多么的残酷。如果不是我把她捡回家的话，外面其他那些流浪猫早都被丽丽干死了。丽丽在我们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性格慢慢的变得温和了起来，开始用最凶悍的表情做一些最可爱的事情，比如她每一天都要在我身上踩一会儿奶，全程跟我保持眼神对视。真的好可爱。丽丽来我们家快5年了，从她身上我学会了要尊重另外一个生命的独立性，不是说我为她好，她就得听我的，毕竟她人话都听不懂，我只能正向去引导她。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也在践行这个道理。比如我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时候，碰到那种大声讲话的人，我不会因为我尊重了他们，就期待他们也反过来尊重我，因为我知道他们跟丽丽一样，听不懂人话。所以我等他们安静下来之后，奖励他们一些爆米花吃。正向引导。对我女儿也是，我女儿今年才刚3岁，约等于听不懂人话。所以她在家里不听话的时候，我也不跟她计较，我让她先按自己的意思来，因为我知道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家里，她迟早要挨丽丽的揍。爸爸，为什么丽丽要抓我？你昨天晚上蔬菜是不是没吃完？丽丽生气了。
有朋友看我们养莉莉养的这么小心翼翼，就建议我养条狗算了。说狗都是讨好型的，可以给你带来更多情绪价值。我说没必要了，我们家有我讨好莉莉就够了。我就是莉莉养的一条狗。但其实莉莉不是我们养的第一只猫，在捡到莉莉之前，我们在猫舍买过一只布偶猫，叫做猫记。猫记2个月大的时候来我们家，3岁的时候就被确诊心肌肥厚，就回猫星了。当时我们在宠物医院真的非常的难过，不知所措。我就在附近找了一家丧葬1条龙的服务。我说你们可以丧葬一只猫吗？他说不行，只能1条龙。所以我去找了一个专业的宠物火化的机构。现在猫记的小骨灰罐子就摆在我们客厅的一个小神龛里面。然后为了营造出一种它跟我们在一起的感觉，我老婆每隔那么久就会挪一下这个小神龛，比如放到冰箱的上面，放到电视机的后面，放到路由器的上面，等我睡着了压在我脸上面。猫记回猫星之后，我就决定了只捡不买，就当做是感谢猫记陪我们那段时光。以前买猫的时候是人选猫，捡猫就变成了猫选你，所以有的人是天选之人，而我是猫选之人。捡流浪猫回家给他们治猫癣的人。不过养莉莉这段时间也不是完全一帆风顺。前段时间有一天，她突然食欲不振，一整天猫粮一点都没动。我们赶快带她去宠物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她挑食。医生拿出来的猫条跟罐头，她吃得嘎嘎香。说实话，我当时真的有点接受不了。我说你曾经可是一只流浪猫啊，你怎么都忘了你的来时路？你当初不会就是因为挑食才流浪的吧？但是在把它接回家的路上，说实话，我感到的是一种幸福，因为莉莉当初她为了2块钱就跟我回家，那是她没办法。现在她可以挑食，那是她一爪一爪抠出来的本事。就像有一些脱口秀演员，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候，总是讲自己穷的段子。赚了钱就该堂堂正正的忘掉自己的来时路，不要扒着穷门不放。都是说谁呀？猫翻身了都可以挑食，人红了乱花点钱怎么了啊？小四爷，你听到了吗？啊！谢谢大家，我是曹国。一条龙，一条龙。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曹国。曹国为什么到了第3轮开始想要分享这只猫的故事？就是因为第一只猫，它是我完整经历的一个生命嘛，就从接回家到它回猫星。然后我来之前我就想借这个平台把它送到赛博天堂，让它能够在数字的世界永生吧。这是我的想法。在您心中也永生着。哎，那个您最喜欢的曹老师，对不对？因为徐荣姐一直跟我说那个，她太喜欢您了。你说你遇到这个莉莉的那一天，我以为是你要说一个爱情的故事。对，我已经结婚很多年了，也是。或者你跟你老婆的故事，但是你一说那个猫尾巴一扫，我一下子那个，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艺术电影的一个开头，或者是一个小说的一个开头，我觉得太有这种电影感了，一下就把我抓进去了。因为我也是养猫的人嘛，所以我知道。曹国说到那个猫给他采奶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的信任已经建立起来了。所有养猫的人是特别享受猫在你身上采奶的，而且他一边采，他还会一边呼噜声。对对，咕咕咕的声音。夏天嘛，猫采奶的时候在腿上在那把那个爪子都抓的血印子了，我都舍不得让它下去。我觉得他那会儿他是对你绝对信任的一种表现。对，所以我从来不用买破洞牛仔裤了。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关于养猫宠物，就是从我人的角度，我如何去养它，包括我如何遇到它，都是从人的角度。这第一次听到这个猫它是有性格的，这猫是一个角色，猫是有个视角的，
不仅你选他，他还选你，这个角度还蛮独特的。因为有一个说法，其实人是猫的宠物，因为他也在驯养你嘛，所以他也就对你是这样，对。而且确实，我觉得就是当时第一次养猫的时候，我就是纯粹因为觉得猫咪可爱，我也没想那么多。但是真的，他就是在医院里面检查出那个问题那天，对，我不想多聊这个，但确实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自己还是有软的那一面，居然对。我觉得曹国的出梗方式很有特点，就是有一些很邪门的梗，然后你想不到会这么出，而且一般演员在呈现的时候会用很准确的动作来呈现，但只有曹国会用本身就很喜剧的动作来呈现，所以就很有特点。曹国是一个很抽象的，表演也很抽象，内容也很抽象，然后出梗的方式也很抽象，但是就是能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再次掌声送给曹国，谢谢大家。同时，我们也请4位回到台上。曹国的票数出来之后，脱友8大怪的票数也会随之诞生。曹国得到的票数是175。脱友8大怪的总票数没能够超过3季男孩和3对2，所以5位要进入到待定期。最后要上场的这支队伍，他们的名字很奇怪，他们的队伍叫铁锅炖棒棒糖。为什么是叫这个名字呢？因为这5个人当中有4位是东北人，还有1位是高中毕业生。我们是铁锅炖棒棒糖。黄一农，你坐中间，像全家福。你在干什么？跳舞。小齐哥哥张罗的呢。我是往常就很大方的小齐呀，点一杯喝一杯拿一杯。前边是司机打的专车。对，中专的车。妹妹，气氛担当吧，带来一些忧伤的气氛，给自己唱哭了，太那个。我们爱你。好没用的担当。这是我们表哥。幽默必须得有一个呀，幽默呀！我要拿走小齐的幽默。颜值担当。为啥哥你刚才还有这？你再来一次。看着恐怖片了，你搁这深思熟虑那个担当，你看这个人每一个褶子都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这又是什么时候研究的？这也太草率了。我对海绵宝宝有情怀。章鱼哥是张刚那个角色，还别章鱼哥跟赵少刚都很像啊。你也会 rap。大王洞问你答史岩。喂，大家好，自我介绍，我光芒万丈东北人，楼一台阶小黄鸭。喂，暧昧，真龙发会，无人能敌。其实他俩像这个一个家庭的双亲。我不同意。我还不同意呢。那老头比你帅多了。录到这儿吧，他们。所以，这个名字都非常非常奇怪的队伍，首先要派出来的这位朋友，也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空乘的身份，今天还要分享的是其他的隐秘身份。掌声欢迎阿赛！阿赛，可以的，加油！很帅嘛，阿赛。Hello， 晚上好，我叫阿赛。我是一个音乐人。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一般啊，在一个不到20平米的老房子里放了一架钢琴，给人一种想要乞讨但选错乐器了的感觉。之后走了艺考，大学就学的音乐，想通过这么一个需要一定家庭条件支撑才能取得成绩的专业来取得成绩，改善家庭条件。尝试过考一些著名的音乐学院，发现不够资格。考生们依次演奏完之后，老师叫他们小朗朗、小巴赫，叫我小点声。
后来就上了我们当地一所比较普通的学校。导演说提学校名的时候你遮盖一下吧，某尔滨师范大学。导演说你没遮上，你遮点关键信息呀、哈尔滨师范大某。学历给遮上了。钢琴考不了了，我就换了个专业，叫电子音乐制作，就是用电脑软件编曲写歌。小郎朗当不了了，当小周杰伦也行。但是来脱口秀发现有人当小周杰伦了。按照我的计划啊，我是要写歌出专辑，进入华语流行乐坛。你们不了解我的音乐实力，这放现在来看是一个笑点。同学建议我去干 HM， 我说怎么的干服装去呀？他说是喊麦。我说那这俩字母你也喝摸吧。而且想干这个也不用上大学，万一不小心学着文化了，喊的该不正宗了。我不会喊麦，周杰伦怎么能喊麦呢？天青色等烟雨，那么而我在等你。我在一个音乐 APP 上，我用东北话改编了我的滑板鞋的歌词。我翻唱了一版发到了朋友圈，我想要恶搞讽刺这种喊麦的艺术形式啊，火了，上百万播放，我就赶紧隐藏了，因为我可以没有一首好音乐作品，我不能有一首好喊麦作品。没进流行乐坛呢，先进直播间可不行。我发现我音乐上的技能点就点偏了，我好好写歌投递给那些收歌的，他们听完了之后说我怎么旋律都带口音呢？说听完了想赚手绢，让我往毛手发一发。我认真写了段歌词，怎么唱都唱不顺，念出来味儿对了。而且我本名叫葛赛，就这个名起的比小齐都适合喊麦。小齐叫什么？大家知道吗？梁指明。梁指明。你们听，下面有请 MC 梁指明。你感觉他要喊一首毕业论文，但是你再听，下面有请 MC 葛赛。MC 葛赛就是赛派。还有一些直播工会要签约我，说我气质太对了，跟那些学过音乐的就是不一样。我不想喊麦，老天爷赏饭，但是我挑食。毕业之后我还坚持拿电脑写歌编曲啊，但发现周围的朋友们已经渐渐为了生活告别了音乐，找了自己合适的工作。学指挥那个，现在在干迎宾，还在指挥2位李面请。玩摇滚那个有口号要永远保持愤怒，开出租车去了。他们问我在干嘛，我说每天就是睡醒了吃口泡面，放歌听，然后摆弄电脑再吃口泡面。他们说你在家当网管呢。音乐人都爱面子，赚不到钱还想坚持做啊，我就说自己是玩儿啊，我不说自己做音乐的，说自己是玩音乐的。我突然发现好像只有音乐这个行业能说自己在玩儿，没听谁介绍自己玩网约车的。没听谁说啊，你乐队玩吉他的呀？我后厨玩大勺的。没有。毕业后的第3年啊，我终于接到了一个活儿啊，我通过编曲赚到了第1桶金。那首歌我做了1个月，卖了3000。多呀！7年赚了3000，平均1天1块1毛7。
什么概念呢？就是和1983年我妈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赚的一样多，你知道吗？26岁了还靠着家里每个月给1500的生活费支撑啊！我跟我妈说我想坚持写歌，我给我妈听完我写的歌，她也夸我了，她夸我真能坚持。我说你不考虑我的天赋吗？我妈说确实，妈当初让你学音乐忘考虑你的天赋了。你这啥天赋啊？你天天写歌，费用我付啊。我妈劝我找个工作，她说你听点话吧，你这样下去，你就是验证了老话讲的，父母养育子女就是来还上辈子欠的债呀。我说要是以这个说法的话，我不用找工作，我去办网贷，然后不还。我跟放贷的说，这辈子先这样吧，下辈子我当你爸。当然我是跟我妈开玩笑啊，沟通也是有效果的。之后我的生活费就从1500降到了1200。我当时的女朋友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俩大一就在一起了啊。她总调侃我，她说你的坚持写歌，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呐，吃饭都抢不过我买单了。其实我能买得起的我都想买给她，但是我发现我有点啥也买不起。有一次约会看电影，她主动说要买票，我说别动，我说我来，我说你去手机选完场次之后你发给我，我去其他平台对比一下哪儿更便宜。她看着我的手机说行了，我都买完了，没见谁对比电影票上小额贷平台的。看完之后我问她感觉电影演的怎么样啊？她说演的没你好呢。其实他很支持我，他说你做你喜欢的吧，我等你。我当时特别感动，感动之后我决定找个班上。因为我发现人很怪，当有人要求你找工作赚钱的时候，我想的是我要坚持，但当一个人说要等我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不能让他等了。她现在是我老婆，在这儿等着呢啊。最后我就去做了航空乘务员，不玩音乐，我玩餐车去了。有一次他问我，他说放弃了喜欢的音乐，在这个工作开心吗？我说开心。入职之前培训我们假笑、道歉、表演真诚，这航空公司拿我当爱豆培养的吗？这不是。而且我节奏感好，不怕颠簸。我弹过钢琴，手指有力，我倒饮料也不容易洒。我还偶尔能把天赋带到空中呢，是不是？那啤酒、饮料、矿泉水的嘛，我给大哥喂到嘴儿。其实这些都是在哄他开心。我真正开心的是，虽然我放弃了喜欢的音乐，但是我没有错过一个喜欢陪我一起听音乐的人。谢谢你们，讲到这儿。来投票倒计时。阿赛在3个赛段是讲了自己完全不同的3种状态嘛？对吧？也挺棒的。而且做音乐这事儿，其实就是说，你知道现在，哇塞，我现在出歌，每出一首歌那么辛苦写，那作品我感觉就特别像奥运会的那个跳水冠军。没有水花，你知道根本就是没有水花，然后但是太多了，对，它太多了，还是被淹没了。但是心中就是因为渴望，觉得这个爱这个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说你爱这个也没有停止。其实我觉得阿赛，其实你的能力应该挺强的，我觉得你不知道是收着了还是怎么的。今天对伤感了，何必呢？因为大张伟，我们当时在大咖秀的时候，开始只是纯粹的模仿，他就因为他会编音乐，他最后把那个他的这个技能放在了那个我们那个节目里面。对，你记得每一次我们还得和他的那个音乐再演一遍。对，你为什么不把你这些玩起来呢？那肯定会跟现在完全是另外不一样的感觉。就我不想伤感，我不想，可能是现在能力的不足，没有把这个话题写得好笑。没，现在已经很好了。我的意思还，你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更好。好嘞，老师，感谢老师。看一下阿赛在表演之后他得到的票数是。不错，174不错。来，
阿塞回到自己的团队。好，真好，好美妙的音乐。是这意思吗？因为我真就是还是想，脱口秀如果赚钱了，我去完成那个专辑，就哪怕是一种小专辑，5、6首歌、4、5首歌的。但是那个我没办法通它去赚钱盈利，我纯就是自费去做这个事儿。它的位置会要还完贷款，然后给父母留一部分，给孩子留一部分之后，到他最后的那个位置，妥协了吧？哎呀，毕竟那种为了梦想，然后坚持到最后，出成绩了，这都是少数吧。大多数的可能更多就像我这样吧，可能天赋平平，然后还有生活上的一些压力，那就妥协了嘛。这不错，打个卡。今天的妆真出片啊！好想发疯等等，我再打个卡。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留下生活足迹。铁锅炖棒棒糖拍出来的第2位演员，很多观众都非常非常喜欢，因为每次一看到他的表演，就让很多朋友有重回青春的感觉。掌声欢迎封欣彤！封欣彤！大家好，我叫封欣彤，我是玩音乐的，但我最近有点担忧我的未来啊，因为我不会喊麦。不过没关系，我觉得我还不用担忧的那么远。我最近啊有点担心我的性格，我觉得我这个人太要面子了，就是我有点听不了别人的评价。我妈说这就是青春期的特点，好吧，那既然改不掉，我就要努力避免别人说我不好。为了避免同学说我抠门，生日派对上我到处告诉别人我送手心的礼物2000多块，其他同学都很羡慕，手心也来感谢我说谢谢你送我2000多块的拼图。每次考试我都很恐惧，我怕考完家长签字我妈会生气，所以考前我只好特别努力练习我妈的签名。但没想到练得太投入，有次考完老师问崔熙娟是谁呀，这可真尴尬，我只好回答我的妈呀。没办法，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不同人也许有不同的看法吧。我同学总说我穿的幼稚，都已经18，还穿得像17岁的小屁孩，但节目组的大家却说我很会穿搭。确实。我很开心，问导演这是为啥，他说因为成年人一般不说真话啊。哎，为了避免室友对我厌烦，有些事情我会对他隐瞒。他说宿舍的条件差，昨晚听到有老鼠在床底下，我赶紧安慰他不用害怕，因为我知道那是我在磨牙。你们听，没办法，避免别
要不然我试试不相信他们说的话。老师说我吵闹，我说这是活泼；我妈说我拖延，我说这是从容；你说我可爱，我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好羞耻现在，但我就是这样。我有时啊还会特意为了得到一些像可爱这样的好评价而去做一些事情。为了显得我特别 international， 加微信我会让别人来扫我，因为这样方便别人看见我设的英文界面。我已经坚持用了1个星期，因为我找不到在哪里调回去。哎 ，stupid。算了，实在调不回去也没关系，我只是想向张俊看齐。这不是装，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我其实也有很多优点，我很勤劳，我很能干。那天在演员宿舍吃完饭，我抢着去刷碗，因为那天在录真人秀，到处都是摄像头。为了显得勤奋，我也挺厉害，因为我们甚至点的是外卖。哎，我刷的不是碗，是我的镜头感。为了避免我妈说我没主见，我还学着坚持自己的意见。编剧说镜头感那句不好笑，我认为不应该删掉。我说好笑不好笑，得由观众来探讨。但看你们刚刚的反应，好像确实不好笑。没事，它显得我的坚持很好笑。怎么又不好笑？为什么没办法避免所有的坏评价？我妈说我需要把别人的评价放下。我懂了，青春不是倔强，而是接纳。现在就算你们说这首歌不好听，我也会说没关系，因为我已经18，成年人一般不说真话。但我想，成年人不说真话，也许是因为他们也像我一样，在乎别人的评价。谢谢大家。哎呦！来，各位，掌声送给风欣彤，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倒计时开始。这次块儿哥又帮你改了吗？哦，块哥有帮助，有帮助。块哥太好了。是这样啊，这个因为投票结果还没出来，我不好意思这个承认我帮他改没改。哎，对。如果高的话呢，就是确实帮了不少忙。如果低的话呢，不好意思，我耽误你了啊。没事。这次和他们4个人相处感受怎么样？很开心啊，因为我们组氛围特别好。然后小齐教我摇花手来着。这氛围能好到哪去？喊麦摇花手，一个人喊麦，教喊麦是吧？哦，教喊麦了，喊麦对，喊的可好了，孩子。可以喊一个给我们听吗？松柏欲盖弥彰。啊，可以。不是，我们几个就是也教不了他人家，阿赛会跟他聊聊音乐。哦，对，阿赛很专业编曲，然后他就是帮我聊了聊。对，我们主要，然后史妍姐像照顾孩子一样。因为就和孩子差不多大。算了，姐你说什么？没有，就是跟宝宝在一起，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人本来就年轻。就那天的那个畅畅妈妈来接他了。完，我还跟人打招呼呢，我说阿姨好。妈妈说：“这位姐姐，你在说什么？”因为你刚才一直在唱这些负面评价，然后我听着感觉
这个也没有什么啊，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事儿啊。负面评价在哪啊？哦，对。但是你感觉那种青春的那些小忧伤，对，然后我们觉得我有可爱，我们现在皮糙肉厚的，我觉得这些都不再是攻击了啊，对。我一开始是想写我敏感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就是转到说别人的评价，因为感觉这个就是后来素材更多一些嘛，但是感觉写完其实还是就这些评价都有点不算啥的感觉。真的是这样，18岁就要疯要玩要闯一切，先折腾啊，然后那个到48再和解就行了，来得及。我是觉得风心彤很清新，也很松弛，他台风区特别稳。你能看到他的变化，就是以前是讲孩子的世界，现在已经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在看成年人的世界，我觉得还蛮妙的。肉眼可见的在变化。来，掌声送给风心彤。谢谢。来看一下第3轮的风心彤，他得到的票数是。谢谢。165，来，风心彤回到队伍。还行，比我想象的高，比我想象高很多。加油！接下来是一位老演员，他要和我们聊聊他的小心思。瑞哥，掌声欢迎！加油，瑞瑞！大家好，我是瑞瑞。感谢大家啊，久坐辛苦了。然后我就简单聊一聊。因为这节目我已经比3年了，然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就是没有什么特点。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演员没有特点，没有人设，就很少有人能记住你。然后弹幕在安慰我，他说瑞哥你谦虚了，现在但凡看脱口秀的，没有人不认识你邱瑞的。为什么我去年这么感慨很深？我去年打到决赛，有人看到吗？你看1/3都不到，对吧？这就是我感觉，我去年打完决赛，我感觉这回可得有人认识我了吧？我开始上网刷那些帖子，有一个帖子叫“脱口秀演员2选1的游戏”，有人刷过对吧？他说演员谁和演员谁，下边全是评论，说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刷了2月，没有刷到过我自己，我都挺不住了，我自己去评论去了。我说我是瑞瑞，他说你不用自我介绍，直接选就行。自取其辱，而且确实现在感觉自己岁数也是有点大了。刚才我们的小队友风心彤，就是18岁，我跟风心彤说了，我说你知道吗？咱俩加一块都快60了。他说你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不要麻烦别人。确实感觉我也青春过，但是我自己青春啊过得不太精彩。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我上学的时候长得并不好看。不信那得多帅呀！别回答我，别回答我，因为我小时候很胖，就你别在这个要笑在点上啊！我小时候很胖，胖的跟小猪似的。但是我有点不理解，我不知道为啥我从小就长皱纹。哎呀，完了！哎呀，又胖又长皱纹，我感觉命运对我有点破罐破摔了。命运说，既然他已经难看了，来把那个抬头纹、法令纹给这个小猪配齐喽。高手，真的从小就长得很老，好多人都说我长得老，开始我还反驳呢，我说我不老，后来说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8岁那年我就感慨，我说人呐不服老是不行了。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一季所有选手是住在一起，然后这个节目组让我们每个人交一张童年照片，要贴在门上。我交了一张我小学的。发出去之后啊，这个是真事，你可以搜到的。就有网友问，说凭什么瑞瑞可以用近照？
你知道，就我们这种小时候长得不好看的小孩，其实青春是没有什么参与感的。别人的青春就都是懵懂美好，我的青春没懂哪儿好。啊，因为大家知道，青春的表现之一就是会对异性产生朦胧的好感，但那时候很纯粹啊，那时候很纯粹，不像现在这么复杂。用一句浪漫的话来形容吧，那时候车马很慢，一学期只爱一人，因为总换座，你知道吗？而且当时我们那个年纪表达好感这个方式挺有仪式感，就是我们流行叠千纸鹤，啊，就是要叠满1000只千纸鹤，你送给对方，对方就会感动，然后喜欢你。所以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品到了一点，就是爱情需要的是真诚。因为总有同学开始他说我要叠1000只千纸鹤，感动死他，然后叠着叠着开始思考，他应该不能数吧？对呀，叠700来个得了啊，他就开始偷工减料了。因为1000个真的很难叠完，他就会找同学帮着一起叠。那个时期的教室很诡异，你推门一进，3、5个同学围个圈，3、5个同学围个圈，就有说有笑的全在那叠千纸鹤。你们有没有在清明节看过家人叠金元宝？太像了，有点啊。就原本我以为这些青春懵懂跟自己没有关系，因为我长得不好看。但是那个年纪心动真的非常简单。有一天是因为我校服开线了，然后我前座那个女生她看见了，她是一个喜欢帮助别人的人，然后她说我拿回去帮你缝一下吧。第2天她把校服还给我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要给她叠鹤。我感觉她缝好了我的衣服，撕开了我的心呢。哦。想打你呢，这是。我要给他叠鹤，但是有人说你们不学习吗？你不学习根本都不会叠，叠千纸鹤很难呐。我最开始叠完那几个往这一放，同学路过说这几个千纸鸭是谁叠的？很难看，因为我叠的跟他们不一样，别人是拿那个小方纸叠，我是用大 A4 彩纸叠的。就我每一个千纸鹤叠完比花卷还大呢，别人那叠完是鹤，我这是鹤。那段时间总跟家里要钱买本儿，然后我妈确实有点怀疑了。她说：“你最近本儿怎么用这么费呢？”我说就学习嘛。她说：“那你不换笔吗？”换本儿不换。一个擅长推理的妈妈，然后，但后来有同学开始帮我一起叠了。但突然有一天啊，我前座那个女生她回头她看见了，我前面也说了，她是一个喜欢帮助别人的人。他说我也帮你叠呀，我当时很紧张，我怕他发现，因为他确实很好奇。他说我可以帮你叠，但是你得告诉我你要送给谁。我不好意思，我说先不说了吧。他吓唬我，他说我帮你参谋参谋，万一人家不要呢？我当时就上那个劲儿了，我说要不要是他的事儿，但送不送是我的事儿。别的小朋友有的，他必须得有。让他体会一下什么叫霸道小猪佩奇爱上我。然后他听完有点感动，他说：“这哪是千纸鹤啊，这不恐吓吗？”然后他就开始帮我们一起叠嘛。但突然有一天，这个女生她叠的有点累了，她说：“我提议，咱们叠700来个就得了。”他肯定不会发现，我心想他已经发现了，因为他不知道。但那几天过得真的非常快乐，因为每天他都会回头跟我们一起叠千纸鹤嘛。我甚至开始幻想。他收到这份千纸鹤得有多惊喜，但突然有一天他说：“叠完你这些，你们能不能帮我也叠一份？”哎，当时确实心都被揪了一下。然后我们所有人就开始问他说：“你要送给谁呀？”他也是害羞不好意思说。我们不停地追问，最后他勉为其难吧，他说：“我只能告诉你们，他的名字是3个字的。朋友们，瑞瑞只是我的艺名，我的真名叫王瑞。”你盖到了，我就知道会是这样。这个太好笑。但那时候情况有点复杂，因为那个年纪嘛，当时他喜欢隔壁班一个男生，然后还有一个男生跟他表达了喜欢，他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是选自己喜欢的还是选喜欢自己的，然后他就问我们，让我们帮着参谋。
他问我，他说你要是我的话，你怎么选？我觉得青春就是有很多选择，我决定增加一下他的选项。我说我不是你，我是瑞瑞。他说你不用自我介绍，直接选就行了。就最后吧，他选择了他喜欢的那个，就是隔壁班那个男生。所以当千纸鹤叠完的时候，我顺嘴就说了一句，我说，不行，这1000个你就拿去先用吧。他很惊喜，跟我当初幻想的一样惊喜。他拿去送了之后回来感谢我了，他说谢谢你。他说但是你这一份没有了，你怎么送啊？我说没事儿，我送完了。哇哦！他表情有些震惊，回头看了看隔壁班。他说我是不是抢了你的？我说不是。所以直到最后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这份千纸鹤是要送给谁的。我就觉得不好看的小孩有青春，但是我的青春就没有打动过任何人，但幸好也没有打扰过任何人。我只是能想起那个年纪，就一个小孩坐在教室里面叠千纸鹤，心无旁骛，就什么也听不见，你就感觉叠千纸鹤的时候不知道耳朵好像被什么蒙住了。现在知道了，是青春的荷尔蒙。谢谢大家。嘿嘿嘿嘿，来，投票倒计时。来，再次掌声送给瑞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辛苦。大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吧？那当然喜欢了，瑞瑞太逗了。因为小时候其实就是这种暗恋小故事，大家都有一点儿。然后之前愚人节，会送那种就是反正那种怪味儿的怪味儿的那个饼干让那个女生吃，那女生直接拿着就咬了。当时我吓得，我说那是牙膏味儿的，你怎么给吃了？他当时说因为是你给我的。他有反转。哇塞！我当时脸就红了。没有反转，他居然正经了，你知道吗？我当时脸就红了，因为他那个嘴巴扇得我太狠了。但是重点就是在于，就是都有这种小回忆。就是我觉得瑞瑞是个好男孩，因为我记得就是很多人就是很爱做一些讨厌的事情，比如给别人什么牙膏味的饼干，不是啊？因为是你给我的。就是一般学校里面的这种表达他们的情愫啊，有的男同学他们喜欢揪人家头发呀，就画人家校服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突然就听到瑞瑞的这个角度，觉得其实他很照顾别人的感受的，而且是非常的真诚的。所以我听完这个故事，我是很享受这样一段粉红气泡的，然后很干净的这样一段感情。瑞瑞回忆青春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心里暖暖的？对，这个时候来一桶茄黄。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每桶茄黄使用约1颗阳光番茄，酸甜浓郁，青春的酸甜和记忆一下子就都回来了。一直很喜欢瑞瑞的表演，对他的喜欢已经到一种放心的程度了。就他一上台，我会觉得稳的，这种稳再一次证明了瑞瑞的确是，就是很有把握，而且。无论从文本到表演，我觉得能看到你进入下一轮，到决赛。哎呀，感谢罗老师，这一轮确实太紧张了。我们每一天就是凤欣彤哭完沈阳哭，你知道吗？我们都来回互相安慰，就是因为可能都是比到这一轮压力大呀，然后觉得自己稿子还得调还得改，然后就是紧张和焦虑。然后我们5个每天就互相安慰。然后他俩哭完了之后，阿塞和小齐哭。小齐还哭啊？我没哭啊。然后，而且凤欣彤跟姐是我整哭的。你说什么了，小齐？为什么他们就能哭啊？小齐就是说了一些实话，就是每次写稿的时候，然后就比如说，就我知道这个稿子哪里就是有这个问题，其实都能看出来，但是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每次如果小齐点出来的话，我就因为是实话，所以才会接受嘛，所以才会哭。如果不是实话，就也没有情绪了。我显得我更刻薄了。瑞瑞的表演很稳，让大家很放心，而且现场观众给出了很好的反应。那么瑞瑞能够得到多少票数？
188以上，190多198、197。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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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永远年轻，永远青春，谢谢大家。瑞哥今天要去干嘛？我想去重新找回我的青春，我不知道把青春落在哪儿了。我今天就去找他，重返18岁。18年前我也18岁。哎呀，是这个吗？对，好好好。我有几个比较向往的。王安忆。你可以笑一会儿。没问题吧？就是走在路上会被很多人认错的那种。挑战是有点大。看起来能离18岁更近一点吗？那能，咱夫妻也能。修图啊？对对对，就是这么个意思。青菜到位，我们每年都是18岁，天天都是18岁。妆就完成了。哦，好帅！天哪！吓我一跳！吓我一跳！哎呀，这是东北男团的谁呀？这是东北男团拍了一个时尚杂志，就是按照这个整的。有大概5000多人说我长得像王安忆。对不起，王安忆。今天有点人模狗样。你先让观众嘲笑完了。不引没看观众的反应。瑞想要重返18岁，瑞失败。瑞瑞，为什么现在很难有享受那种纯粹的快乐了？因为长大了。我谢谢你抽空敷衍我。岁月催人老，无非就是身体变脆了，段子却不够脆。该脆不脆，一点都不纯粹。那是因为没有脆到点儿上。来口雀巢脆脆鲨，帮你找回童年纯粹的快乐。回来了，那种纯粹的快乐回来了，就是这种感觉。现在不纠结了吧？不过我突然感觉长大也挺好的。为啥呀？因为想买多少脆脆鲨就买多少。铁锅炖棒棒糖即将派出来的这位演员，人到40了，突然想聊聊半辈子前的事儿了。掌声欢迎史岩。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史岩。不是，我都整不明白了，这小猪佩奇这青春，就纯折纸能混一起啊？这也没谈上啊。我谈上了，咋整？前一阵是咋？前一阵梦见初恋了。咋整？你这玩意儿，你这都没法跟人说。你说我要是说我梦见初恋了，别人听见的就是他在感情里头叛变了。你要说中年人突然泛起思念了，别人理解的就是他们准备偷偷见面了。现在人这个想象力都堪比闪电了，我都害怕为了节目效果，他马上就在观众席里突然出现了。小四六八整人。初恋，哎呀，咋整啊？退赛吧要。真的，你说40岁人为了写这玩意儿，现在天天满脑子都是那个18岁的小伙儿啊！你这玩意儿，我现在，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是翘嘴角，还是鸭嘴角。我也没法确定我这篇的走向。你说我到底是应该绝情，还是应该痴情啊？
主要这完事儿完，我还能回家不啊？人家那老头子一直以为我初恋是他呢。你现在你这玩意儿播完，他是全中国最后一个知道的了。2003年，高考刚结束，我暗恋的其中一个男生。咋的？我看着是老实巴交的，是，但是人我当年也是个多头的玫瑰呢。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的朋友喜欢你，那刚高考完，智力最高的时候，我当时就提炼出来4个字儿，我喜欢你。我说我也喜欢你。他说我也喜欢你。谈恋爱好啊，好啊，好像在山谷里边说话。他跟我说，他说如果将来咱俩能在同一个城市就结婚。你说这年轻人这感情进展的多快，1分钟没用上求婚了。我说行是行，咱俩先把 QQ 加一下。这茫茫人海的，咱俩别走散了。QQ 啊，QQ， 这能听懂吧 ？QQ 是微信他奶。QQ 空间，朋友圈他奶，写点这玩意儿这。2003年的时候谈恋爱太不方便了，你加完 QQ 还得找网吧，那上 QQ 相当于在电脑上安了一个 BB 机。BB 机也听不明白吧？岁月对80后有点太残忍了，你现在说点啥都开始用文物解释文物了。上 QQ， 找网吧，想退赛现在3句半。当时用的还是那种翻盖的手机呢，也有搓盖的。那手机的品牌有什么夏新的、索爱的，鸦雀无声。听懂也没有用，都没有地方买去。我现在感觉自己说的都是文言文呢。现在那上不了 QQ 的时候，我们就发短信啊。我发那个时候发短信还不像现在呢，现在发短信发验证码啥的。我们那个时候还说人话呢。他问我，他说你今天都干啥了？我说今天就干了2件事儿，呼吸和想你。这咋说得出口的呢？这一玩意儿，我当时肯定是抄袭了，我抄袭了，我想举报我自己。反正那个时候也不流行举报。他给我发过一句英文，他说 "Love is the best medicine"。我当时就听懂了。爱是最厉害的发动机，你发动机你得发动啊。完了我就开始给他写情书，哎呀，那情书写的跟雪片似的，都赶上投稿了。他就是我的辽宁青年。又听不懂了。辽宁青年是一本杂志。杂志啊，
杂志和工资一样，是每个月固定日期都会给咱发的几十张对生活起不到太大作用的纸。当时在学校附近有个精神病院，我说好想得精神病啊，这样的话就能去你学校旁边住院了，就能天天看见你。他说你是不是有精神病啊？精神病经常就是以恋爱脑的形式出现的，反正那个时候就经常患得患失。为了寻找他爱我的证据，我还破译他 QQ 密码，用我的生日没破译成功。我说这不合理呀，数字也不分大小写，我是不是记错生日了？反正幸亏就是那个时候没有恋爱脑这个说法，在最爱说傻话的年纪，赶上了一个可以说傻话的年代。你说这恋爱脑还被时代给保护了。我们俩就有一张合照，就是洗出来的那种照片，是用胶卷的相机拍的。胶卷啊，胶卷就是紫菜包饭。这今天本来想讲讲初恋，结果挖掘出了一堆文物。但是我真的很心疼那个女孩，她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用一个2G 的手机，2G， 现在都是一个形容词了，但是当年她真的用过。她想发送一个笑脸，只能用一个冒号加一个括号。其实分手之后已经没有他 QQ 了，我是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才整明白，这个 medicine 呐，不是发动机，是药。但是我现在也知道了，爱不是最好的药，笑才是最好的药。这个是我最后一封情书。这把就打算卖给他们 QQ 所在的这个平台。想对那个女孩说，长大成人有了事业，就可以利用工作之便处理私人感情了。这个是你后来的爱情买卖。其实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想，我心里是不是还有那个人呢？有，还是没有啊？相信观众朋友们的心中已经有了各种答案。最后，我很想给那个女孩发一条消息。失恋了也没关系，要喜欢你以后的人生啊！再见。咳嗽是2003年的 QQ 提示音，谢谢大家。又是给初恋，又是给过往的年代。来，最后的投票时间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史岩。刚才史岩你咳那2下，大老师马上就收到。我们都知道咳嗽这事儿，关键是瞿颖姐不知道咳嗽这事儿。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用过 QQ 啊。但是你说的所有的东西，什么 BB 机呀、翻盖的、推盖的，甚至什么所爱，我还是所爱的代言人呢。那时候我跟刘德华还有关之琳拍的，刘德华唱那首《回头便知》。心中有了你，什么那首歌？我的嘴巴已经努力了，好想接呀，不会，但是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但是我觉得我没用 QQ， 因为我用的更早。我们那个时候是用拨号上网。拨号，对，猫那个声儿，就是那种声音。你用过那个拨号上网吗？猫用过吗？啊，
现在不叫猫吗？我整不明白技术这玩意儿。现在叫路由器。但是当时是有一个刺耳的声音。对，他用座机的那个线就插到那个上面，然后再拨号才能上网。当时最快才128K。当时用那个拨号上网，我们还有那个聊天室。对，开始就是乱聊的，就说啊你在哪里啊，在哪聊，因为你怕不安全嘛，就对，还藏着掖着那种。结果后来哎一看看聊了几句还不错，气氛还不错。然后加 QQ。没有，那时候没有 QQ，就是聊天室。啊，那可能我这个聊天室是不是微信的曾姥姥、曾奶奶？太奶。太奶，对，我就后来就卸下防备。他说：“哎，你是做什么的？”我也新鲜嘛，我说：“我是瞿颖。”啊，那边说：“我还梁咏琪呢，是吧？”根本就不相信。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新奇嘛，好玩。但是我听到你刚才说的这个。QQ 空间的这个恋爱的故事，我心里面除了这些回忆之外，怀旧之外，我觉得还是挺美好的。特别是你说，我想现在送给那个时候的他的时候，我特别打动我。谢谢。苗苗老师从他的这个内容来讲，其实挺难的吧？史岩的这个，我觉得史岩姐。有一个大的结构嘛，就是不停地向大家介绍这个东西曾经是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构思是挺好玩的。还有，我发现你特别擅长模仿各种音效，嗡一下子。第一场模仿呼噜也特别准确，然后这一场模仿咳嗽也特别好。就是夸张的呈现我也不会，主要是。真是果然是文本型演员，咳嗽还需要模仿吗？咳嗽仅仅是就是对，但确实真的很可爱。哎，就是说您是怎么这场决定写一个这么感觉有爱、温馨、小浪漫的这个稿，要在这个时候说呀？就是，哎呀，这能说吗？当然，我们想听。觉得以前就是一直都没有好好告别过吧？给自个儿也是个了结哈，就是那个。特别棒，特别棒。我觉得史岩他是个文本型选手，但这次他现场呈现特别好，而且是一个完全新颖的一种文本的呈现。他不断的是名词解释，然后他每一个名词解释像是一个节奏打点一样，用他这种慢悠悠的方式就特别的契合，就自成喜感。还有最后对那个女孩的告别很戳中我，瞬间你会觉得很温暖，有些淡淡的。对过往的那种伤感，很复杂，回味深长。谢谢老师。就很感慨吧，因为突然会让我想到小灵通，大家知道小灵通吗？当然了，手中拿着小灵通，左手换右手，右手打不通嘛，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因为他一直就是没信号特别。很难接到那个，对，就突然就会回忆到很多东西嘛，就觉得那个时候其实要联系到一个人，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对。然后，但是你偏偏就特别想要联系，但现在感觉你其实要保持联系是一件没有那么难的事情，但你又希望希望大家不要找到我，或者大家希望不要来，就是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在我脑海当中疯狂的翻滚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让大家去唤醒很多自己的那个时候的事情，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点。对，特别棒。而且史岩，我非常熟悉《辽宁青年》这本杂志，再次掌声送给史岩。来看一下，史岩的票数是190了，可以，184。哇，186，太棒了！哇，非常好，史岩回到自己的队伍。这场压力大呀，感觉这轮的段子写的时候，不太会用喜剧技巧了，就那种感觉，情感浓度有点高。我写的时候就是每天都在18岁和40岁之间切换，有的时候我知道我哭了的时候，我就知道是那个18岁的那个女孩在哭，我是这种感觉。喜剧我理解应该是那种比较温柔的匕首的那种，然后你作为一个就像战士的那种角色，你要嘲笑这个世界的荒诞的地方。但是我写这篇的时候，就是觉得被喜剧抱了一下，
被拥抱了一下，就是觉得你之前一些安放不了的东西，然后它有了一个位置。我觉得我们史岩是一个极其可爱的女生，她就是哇塞，好可爱。我上学我就会喜欢这样的女生，我觉得我说话有意思，然后又感觉其实没有在撒娇，但是说话就是在撒娇，然后人长得又可爱，然后又圆乎乎的，我好喜欢这样的女生，我觉得特别美。各位，铁锅炖棒棒糖的最后一位，也是这个赛段的最后一位，让我们掌声欢迎第3赛段最后一位上场的小齐。嗨，各位好，我是小齐。朋友们，最后一个演员了，我们拿出最后的热情，嗨嗨皮皮的收尾吧，朋友们，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哎呀，我的4个队友都在讲青春，10几岁的时候啊，我就不讲了，因为我10几岁的时候已经上班了。但他们都在聊爱嘛，我聊得很接近 AI。我想问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讨厌 AI， 所以平时没有在用的？好啊，那就是我们几个的问题。我不爱用 AI， 但我一个中专生不爱用 AI， 你知道总有人误会。那天我跟高寒说，我说我没装 AI， 他说我教你。我真的是不爱用 AI， 因为我感觉 AI 跟爱一样，里面总有欺骗。谢谢，可以鼓掌啊！我整点高深的东西不容易啊。而且我是被 AI 骗的，有点烦了，懂吗？然后今天他们还说那个 AI 撒谎精的名字播不了。我想让线上的人也知道，所以我今天打算叫他干粮。哦。问题是他骗我，他的态度让我没有任何办法，你知道？那天我问干粮，因为我家灯泡坏了，我问他我家旁边的沃某马有灯泡卖吗？他说有灯泡，就带我去逛了3圈。我特生气，我说你不是有灯泡，为什么没有？他说。对不起，有些沃某马就是没有灯泡。下面给您更严谨、更直接。我说好。我说那我老家阜新的沃某马有灯泡卖吗？他说阜新的沃某马没有灯泡。我说阜新就没有沃某马。我现在不止讨厌 AI， 我都嫉妒 AI。那天我刷到了一个 AI 脱口秀演员，你们刷到过吗？请你们装个网啊，有个网络就好了。真的，我看到那个 AI 脱口秀演员，我好不平衡，你懂吗？因为一个人类脱口秀演员说的啥都有人喷。我第1期说我13上中专，你们知道吧？有人说我撒谎，还有人说我能13上中专是因为找人了。而一个 AI 脱口秀演员，他明显在撒谎、洗稿，还不好笑，几十万赞，一水的好评。你知道他撒谎多明显吗？一个 AI 在讲自己原生家庭，一上来啊，我妈妈不让我讲脱口秀，我说你妈谁呀？你妈显卡呀？没有一个人像我这么喷他，都在底下说啊，宝宝好好看呐。其实我是有点欣慰的，朋友们。我觉得 AI 如果来取代我们脱口秀演员，他先取代的可能是那些长得很好看，但不怎么幽默的演员。别担心，张俊。哎呀，开玩笑 ，AI 取代不了他的，因为 AI 现在最难学会的就是装。我的文化现象。
我要创造我的没文化现象啊！就最近被这些同行伤到了，因为好多这种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开始用更智能的 AI， 龙虾你们知道吗？开始帮助写稿，我觉得恶性竞争，凭什么？这不要脸！因为我整不明白这玩意儿。啊，你们好好的 talk show 变成了 token show。这梗我亲自写的。谢谢。你们使歪招就别怪我解放大脑了。Open brain。谁不会呀？真烦，因为他们脑子比你聪明，还比你会使用工具。呼兰很早就开始用龙虾了。哎呀，这算不算爆料啊？呼某很早就。染上了龙虾，而我向他虚心请教，我得到的只有屈辱。那我跟人说，我说哥，那个龙虾它能干啥呀？他，哎，得看你想干啥，想干啥。我当时想干啥干啥嘛。啊，对，如果你想看书的话 ，AI 可以帮你看书。我说 AI 能不能让我想看书？呼兰发自内心问了我个问题：你还有别的事儿吗？我发现我不止不会用 AI， 我都不会用呼兰。小龙虾整不明白，小浣熊也整不明白。但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呼兰有的东西，我也想有。对，我说的就是大王，然后。没有没有，这开玩笑了，开玩笑了。能看出我现在真的很在意脱口秀，我真的很在意脱口秀，因为美容美发我忘差不多了，我现在回不去了，你知道吗？我很怕被落下，你懂吗？因为我听说龙虾这玩意儿它是越养越厉害，我怕我必须要养龙虾的时候，他们都养上帝王蟹了，我跟不上，我只能假装说我是手艺人，我坚持手搓。我是非遗脱口秀，他们都养龙虾，就我还是苍蝇，我就啥都手搓。这种梗 AI 都写不出来，气死我了！我觉得这脱口秀现在怎么这么难？我这期跟编剧说我要聊 AI， 他们觉得我一个中专生聊 AI 很奇怪。他们问我说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弱点猛攻？我就是抱怨两句。你说那帮搞 AI 的人说话多夸张啊，多吓人！说马斯克说，未来10年 AI 会取代所有工作。我觉得我姑姥的工作他就取代不了。我姑姥的工作是在东北跳大神。我不信算法还能做法，我不信这个世界会有 AI 孤老，整上赛博迷信了。我不信东北的炕头会有个机器人在那说天灵灵地灵灵来。我觉得机器人只有一种可能，它只能是那种100100100二进制萨满。我不是反对 AI， 我就是觉得现在 AI 是青春期，你知道吗？青春期我还能说人家两句。我觉得 AI 如果长成大人了，我就希望他大人不计小人过。但我知道现在 AI 是趋势，我也改变不了，因为我奶77了。
都开始用 AI 做自媒体了。哦，是真的，他给我发那个视频让我转发，我看那个视频被我转发了，我心疼我奶。我奶在一棵桃花树下，再有钱也活不过100岁，再漂亮也取悦不了阎王爷。然后我慈祥可爱的奶奶就飞起来了。我那几天回家，我都想劝我奶，我说你别在互联网上飞了，行不行？你飞得累不累啊？但我一回家，我发现我奶用她的 AI 把我爷的黑白照片做成了彩色的。就那刻我没有劝她，我说奶，你 AI 整的真厉害，真棒，给我奶夸高兴了。我奶说、这就厉害了。她立刻用 AI 给我爷的彩色照片做了一段视频。我5年没见过我爷了，我爷现在一张嘴，再有钱也活不过再漂亮也取悦不了阎王爷。我说，我爷说这话可太有说服力了。然后我爷就在一棵桃花树下飞起来了。那一刻，我感觉我奶把我爷请回来了。这个世界真有 AI 萨满。谢谢各位小齐。他这个尾巴收得很有意思。小齐的表演结束之后，第3轮的所有演员都完成了自己的表演。来，投票倒计时。来，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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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小齐是怎么想到在这阶段做这么一个内容的创作？我想有一点点突破，我在尝试一点突破。我看这个中专视角到时候能看到哪儿，能不能看一些高精尖的东西，跟中专离得远的东西啊？莹姐都已经乐出了，哎，想着。我喜欢小齐，我觉得你刚才说到那个 AI 跳大神，其实那个应该是很好实现的。对，我觉得视频那种可以做假的啊。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要是先也不要都排斥，就了解了以后，你才可以去掌控它。对，我的结尾其实就是我现在还在使用那个干粮之类的。对，因为我发现这世界肯定是真有 AI 萨满，就是我只能接受它，或者是这个是趋势，我是觉得很认可的啊。我特别担心，我这个东西讲完之后，观众会觉得我反制。没。我特别喜欢小齐的他的表现啊，他的能力，还有一点就是我特别喜欢他的选题，而且他每次选题他都非常吸引我，就想让我想知道他的角度是什么样。他虽然每次都说中专，但我发现他可以去到任何的别人的角度去看中专这个事情，而不是他一直在中专去看这个世界，他可以跳到可能某个角度去看这个社会怎么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力很强。说到跟那个 AI 聊天，我就是最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他们是真心的在跟 AI 交朋友，他们的苦恼啊，他们的所有的情绪啊，身边发生的事情啊，都去跟 AI 软件去聊。在那一刹那，我会觉得我好害怕 AI， 因为 AI 它会不停的去顺从你的话嘛，它会让你开心，然后它会你说的东西，它都会顺着你的去回答。但是真实的人类是不会这样的，因为真实的人类它是会有一些情绪变化的，所以那一刹那我会觉得，AI 会不会让我们的人再也没有办法去喜欢人？所以那一刹那我会觉得好恐怖。对，我好有感触，周深老师。所以你的选题就特别打动我，尤其你那个结尾，我一下就觉得就非常非常戳中我。我记得我以前说过，我说在这个舞台上你可以永远相信呼兰，我现在也可以说，在这个舞台上你也可以永远相信小齐。谢谢。我觉得小齐这段子也是，入活入的也很快，就是一个段子承接上面4个组员讲的内容，然后第2个段子马上就过渡到 AI 这个点，然后就，很切入正题。之前写主咖的时候，其实小齐每次写稿都写得很快，然后找的点也很准，就是我感觉你应该是有很大量创作新段子，然后迭代掉的这个习惯，是不是？对，我是呕吐式写法。就是能想到啥全吐出来，然后慢慢筛，然后全靠开放麦的观众们包容。
然后帮我筛很多，然后我就反复断打，然后留下都有用的就行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听话，我没有什么太多我必须要说啥的坚持，就我说啥到时候观众笑了，我就想说这个。是效果确实很好。谢谢。来，再次掌声送给小齐。谢谢。各位，在小齐的表演结束之后，来，4位回到台上。拖累你，干啥呀？拖累你，啥叫拖累？对不起。没有，说不定他170呢。小齐的分数出来之后，将直接决定究竟是铁锅炖棒棒糖进，还是3对2。小齐的票数是稳了190，肯定190。谢，小姐出现了，差21票，21票，他们值得。哎，差在我们这儿。小齐的票数197，铁锅炖棒棒糖他们的总票数是921票，所以。太好了！哇，接管成功！很抱歉，3对2组合，你们将回到待定的位置。恭喜铁锅炖棒棒糖，你们以总分第2的成绩全组进入到下一轮。你别想。再次掌声送给阿赛、风心彤、小齐、瑞、史岩。天哪！哎呀，你看看18岁多好，还因为事哭呢。你没关系，我也是狗进来的。你本来就可以。我倒计时，我算了，我倒计时。扛住了，进来，扛住了，太累了。嘿，说起太累了。真的是，哎呀，好累！喜剧真磨人，喜剧是磨人的小妖精。而且我感觉我现在在冲浪，就是浪越来越高。好了，谢谢。我就突然脑袋会很抽离，你只要冲上去，你就是冲浪高手。你说那高浪能行？这越来，你要浪尖没稳住，掉下来就是掉下来，这个浪不会给你任何情面啊。我尽力接呗，尽我全力接。每个人可能在表达喜爱，表达他的期望，他希望我出息。希望中专生那个老中专生，你好好出息，我们都可以出息。我感觉我代表了一些人的期望，因为大部分人潜意识脱口秀是个智力的游戏，但我如果能证明说学历不代表智力，我能把很多刻板偏见打掉，然后可能让更多人得到抚慰。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支持我，有时候在支持中专，有时候在支持他们弱小的自己。我那天罗宇老师说的话真是太，我就想做到那样，就是你永远可以相信小齐。我希望是成为一个被值得信赖的人。我希望被人相信，我喜欢被人信赖的感觉。然后我也想知道我最终会冲到哪里，所以我在努力在干。来，各位，第3赛段的5险2进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本赛段总分排名前2的小队，下一轮你们将进行强强 PK， 角逐年度冠军团，最终胜出的队伍将5人全员晋级总决赛。除了我们比分最高的2支小队，其余的5支队伍全部就解散了。所有的演员全部进入到待定状态。让我们来看一下
待定选手的排名情况。从我开始，从你开始啊？对，从我开始。哦，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各位，我突然想到去年块儿哥的状态，因为去年块儿哥也是压线进的级。今天在比赛里面呢，风心彤同学的票数是165票，因为原则上我们是进25，也就是这里面有15位晋级。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沿用去年的惯例吧。对。哦，就是高于165的全晋级吧，好不好？好。哦，这可以，这可以，太好了。我当时很愧疚，我太愧疚了。风心彤特别有意思，听说那个他最低票算，然后有2个人因为他进了，他也要开心。哎，我就真的只有从18岁的人能感受到，就眼泪还没流完呢，就太笑了，就是这样。我说你成为了你的偶像，你成为了小块儿，一家人整整齐齐就挺好。其实这个一团大家压力其实都挺大的，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逼出了更好的誓言。史妍姐是比较佛系的一个人。我现在在他身上看到了狼性，你知道吗？就是这，半夜我要报4个开放麦，我都上。我说我才报2，他本身不想整了嘛，他硬整就是也是为了我们那个什么拖家带口的拼了呗，你整呗，就是为了咱那个家把自己家抛弃了，对自己家抛弃了，就反正挺动人的，整出羁绊了，你看。妈的，来你站点吧，脑瓜子强行在转。哇，我觉得有团队的感觉真好呀！你说我一会儿晚上怎么让王大刀开心点？你为什么总想让别人开心？因为我不想看到他难过。你知道不开心也是有作用的，不开心是一个消化过程，因为每个成年人都有消化的能力，你得相信。好。冯一彤真是傻的可爱，有时候就是那样。我跟他讲了，我说我当然也喜欢音乐，当时我买了220块钱一个吉他，在天天在家瞎弹，我也不知道弹的是什么。到现在，有钱报班或有钱买好的琴了，但我没有时间去学音乐，总感觉被带到了我的一些梦想在身上那种，你知道。我特别希望能帮助到你一些。哎呀，彤姐来了，彤姐快进，彤姐快进里面请。我是觉得努力争取你。跟小齐聊挺开心的。小齐在第2轮的时候其实帮我了很多，后面那个铺垫的节奏就会乱一点点，就是会帮我想，觉得我下一篇可以写什么方向会比较好，然后他也一直鼓励我。我也没有骗我，你买那个去补习班。宝宝，那我们就来宣布一下本轮我们待定区的晋级名单。顾京云、李梦洁、冯子豪、林琛、海波、小武、侯志远、小四爷、丹妮、张俊、王大刀、陈火腿、世玉、TZ、曹国、阿修以及陈少静。恭喜大家，恭喜各位晋级，请大家进入到晋级区。加油！拜拜！我感谢保佑，不能陪你走，现在才算了。陈小静回来了！谢谢你啊，所以各位在本赛段将会有8位优秀的演员要离开这个舞台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名字：岛主、韩大狗、荒岛人气王、翟晓明、小杜、吕博伟、孙熙和白小白。再次感谢各位给我们的舞台带来的精彩的演出。
希望各位能够有更多的表演机会，更好的段子创作。希望在今后还能够看到各位带来更多的脱口秀内容。再次掌声送给各位，谢谢谢谢。晋级有实力，经得起大众点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本场晋级名单。恭喜进入下一轮的27位。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记得为您喜爱的演员拍灯，参与脱友问答，认证脱友身份，优先赢取演出门票和节目录制名额。感谢脱友们一路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比赛。这里是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感谢各位，下周见。止步3赛段，肯定会有遗憾，是雄心壮志来的，我觉得不该止于此吧。遗憾不能陪我弟弟哥一起走，就是遗憾。新的开始吧，会更有自信的创作一些真正的内容。是2个还蛮有想法、蛮有创作追求的人在做漫才吧。我们还是希望能给观众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对，收获的还是说，在短时间内写稿子的能力。我希望自己是笑着完成每一场的。今年我实现了一个突破，现在有了新的动力，是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我觉得会有遗憾，但是我就是想讲我父亲。也算是很圆满、很满足。能不能写出比第1轮的第2轮更好的内容吧？别想这个了，先去找乐子。李文哥哥写的，没事，我每天都是乐子。想问一下，我要怎么才能创作出对得起自己期待的作品？再坚持一下会好的。我们要不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呢？要不要呢？来，别放弃脱口秀。谢谢赵越，谢谢赵越。马上我就要开始我新的一个挑战了，就是我要开巡演演唱会了，能不能顺利成功？哎，这冥冥之中是天意啊！他们开他们的那个线下脱口秀，我开我的演唱会去吧。真正的我会被大家喜欢吗？别放弃脱口秀，赵越。在我把自己扔出去之后，观众会接住我吗？做你想做的哦，欣姐的，欣姐说对，做我想做的。我能不能干一辈子脱口秀？你觉得这个问题很幽默吗？曹国，我诅咒你后半边脑的头发也掉光。我觉得这个还挺应景的，幽默，就幽默一辈子。我奶最近总说啊，给你也做一个飞起来的彩照吧，让你事业飞黄腾达。我说奶，咱不能总这么飞吧？他说你懂个啥？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我说以前是以前，现在可不能吃这么多盐了。我奶又问了，说那盐少了味道还能好吗？我说那是他们没用海天薄盐，海天薄盐减掉30%的盐，颜值下降，但也能鲜味爆表，真正做到减盐不减鲜，美味又健康。我奶还问说大孙儿，你刚才说啥盐？爱你无需多言。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薄盐特约赞助播出。烟火气氛正好，可口可乐不能少。感谢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的可口可乐赞助播出。
体质不掉线，脑力不断电。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赞臣蓝针赞助播出。快乐信号满格，冲浪一路丝滑。感谢我的网络好搭子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双团出战，正式开始。获胜的这个小队将成为今年的年度冠军团。晚上12点的猪蹄太香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求你了，吃一口嘛，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谁是乖宝啊？谁是啊？我肚子揍我一身吧！发出来太肉麻了，就只好讽刺一下。一直上班就是一直舒适。说哎呀哎呀，我不走。你的好女婿他来了，妈！我俩太不公平，爱和恨都由你操纵。觉得那场浓墨重彩的展示脱口秀的历史。3位大厨各自为战，你们需要拿出看家本领，做一道最能代表你们实力的拿手好菜。哇，我燃起来了，燃起来了！我这到什么时候啊？所有选手们品尝一下他们的3道菜。哇塞，好吃，好吃，好吃！这个真绝了！本届厨神争霸大赛的最后获奖选手就是。你曾经出于什么原因和某个朋友渐行渐远？我天，这个好难回答。你觉得谁欠你的？谁欠你的？你们两个在创作的过程中，难道没有你不爽他的什么点吗？怎么变成这种挑拨离间采访？是不是？干嘛？不知道，要祝你生日快乐了是吧？啊，不是啊，我关灯的时候非常尴尬，非常失败。祝你生日快乐！是不是开始了？没有个预告呢？怎么过生日了吧？过生日了。吃烧烤了，烧烤了，好开心啊！这次吃真烧烤。今天呢是一个运气饭局，能吃几分饱是有一些运气成分在的。那咱们就开始吧。好，15是单数还是双数？是单数。150呢？274。狗哥笑了，狗哥已经笑了。我没笑，我只是天生嘴角上扬。阿修是几啊？阿修在12。不是，那你画到10号干嘛？跟不上，说了跟不上，我是全错，画那么像 AI 又全错的，这就。今天的终极流放任务来了，今日全场消费由贴纸条最多的人买单。我先走了啊。这是他那个没吃2粒小龙虾能退了不？我也没咋吃，我只喝了可乐。摆在我面前一个葵花宝典，我都会练。这是一个脱口秀大王上不来的节目。我感觉自己过时了。我突然间感受台下观众也太年轻了啊！我之前去比赛的时候没有这种感受。成功者的故事总是有人传颂，失败者的心声却没有人诉说。和我一起探究这些被淘汰者的失败故事吧。我在上春晚之前我就知道我未来会卡住，但我还是想要往上爬。我的设置代码就是一直得赢。我的思想钢印就是给你妈争口气，对不对啊？让他们给大家传授一下他们迷人的失败学经验，怎么样失败的精彩，失败的理直气壮。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离场之后的故事吧。今天是4个怪人的聚会，火了，锻炼我的幽默神经元。让我失望的地方就是太公平了。他以为自己是皇族，以为必须捧他。打谷子的时候，谷子就飞到耳朵里面去了。
它以我的身体来作为养分，生根发芽。我甚至还被那个泥石流淹过车。当记者的时候，我还被挟持做过人质。我都想给你跪下了，现在你太神奇了。小的时候还是会觉得父母的情绪真的就是天大的事儿。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对小孩是有巨大的影响的，这是我切身的经历。我不会去通过别人怎么对我来去影响我自己的生活。生活的本质其实是需要如此的，你需要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我要什么。我们家里没有什么好继承，但是我觉得我继承了最好的东西。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渴，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托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6月26日起，周5、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周日中午12点段子加更，居然还有段子可以看。周1中午12点托友日记，大王动了夏天，围观合宿生活。周2中午12点托友好好玩公园，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周4中午12点离场之后，杨海源和托友们慢慢聊。8月5日起，每周3中午12点遇见他们第2季圆桌又开，鲁豫和更耀眼的他们。你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装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不用想明天，明天还很遥远，不知不觉又和你聊到凌晨3点。哦，烦恼往外跑，今夜有你们真好，这是我们的约定，祝你今夜过得开心，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和你聊一整宿，就要笑声传遍海洋和银河，就要快乐快乐快乐，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感受此时此刻，就要和你一起躺在沙发高歌，就要快乐快乐快乐。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丽丽城传媒、天气通、新浪新闻、腾讯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托友3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独家播客合作平台小宇宙。想继续听脱口秀演员们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上小宇宙 APP 搜索托友3特别企划，一起听见喜剧人的唠友局。感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圈水果汤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聊一整